我们一直以为鸡蛋是蛋白质之王，结果最新出炉的高蛋白食物榜单里，鸡蛋竟然连榜都没上，而排在第一名的，竟然是个每天在市场就买得到，价格便宜到让你跌破眼镜的东西。如果想要保持筋骨强健，彻底告别肌少症，你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的分享。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惊人秘密？为什么那些真正懂健康的人都在偷偷吃它们？今天就让我们来揭开真相。先等一下，在深入主题之前，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，请先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，小铃铛点下去。这里我们揭露许多没人愿意谈论的健康真相。我也很好奇正在观看影片的您，是否愿意跟我们一起踏上强身健骨的旅程？如果您也重视蛋白质营养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抱持怀疑态度，请打0；或者如果您的家人或您自己正面临肌肉流失的困扰，不妨在留言和我们分享，我会尽力回复并提供建议。好了，我们马上开始。首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一直把鸡蛋当作蛋白质的代名词？许多朋友早晨一定习惯来颗水煮蛋，觉得这就是一天活力的来源，特别是我们的长辈们更是深信一天一颗蛋，营养不会少。鸡蛋价格亲民，料理方便，又常被称为完全蛋白质来源，好像只要吃了鸡蛋，蛋白质就够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出类拔萃，一颗蛋大约只有7公克左右的蛋白质，如果要摄取到比如说20公克蛋白质，得吃将近3颗蛋。而最新的研究建议，年长者每一餐最好摄取至少25到30公克蛋白质，才能有效刺激肌肉生长，防止流失。光靠一颗鸡蛋根本远远不够，更何况很多长辈因为担心胆固醇，反而不敢天天吃蛋。有些医师以前也建议老人家一周最多2-3颗蛋，生怕吃多了对心血管不好。结果呢，蛋没吃几颗，肌肉却年年在流失。我们身边是不是常见这种情况？上了年纪的父母胃口变小，每餐只吃半碗饭，配点青菜，最多加颗蛋，就以为营养够了。但事实是，长期这样饮食，肌肉偷偷被耗尽。肌少症就是这样找上门的，肌肉量不足，力量变弱，腿脚无力，走几步路就觉得累，甚至容易跌倒骨折。这种情况在老年人中非常普遍，却常被忽视。有统计指出，全台65岁以上长者中，大约每10个就有1个罹患肌少症。到了80岁以上族群，罹患率更攀升到将近30%。不夸张地说，肌少症已经是中老年人的隐形杀手之一。但超过80%的人却从没听过这个名词，等到发现自己手没力，腿变细，才惊觉问题大条。那么，对抗肌少症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？2件事：运动加蛋白质。其中蛋白质摄取是关键中的关键。刚刚说了，一般长辈往往蛋白质吃太少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们对蛋白质食物也存在3大迷思，让许多人没吃对、吃够。现在我就来一一拆解这些迷思，帮大家把观念彻底扭转过来。第一个迷思，鸡蛋最补，其他都差一截。很多人认为鸡蛋营养全面又富含蛋白质，是最好的蛋白质来源。然而，从蛋白质含量来看，鸡蛋其实远远排不上第一。举个例子，每100公克的黄豆约含有36公克蛋白质，花生约25公克，去皮的鸡胸肉约24公克。连我们常吃的豆干每100公克也有将近16圈，19公克蛋白质，这些数字通通比鸡蛋高，甚至某些食物的蛋白质密度高到惊人。例如脱脂奶粉，每100公克就含有超过30公克的优质蛋白，帕玛森起司这类硬起司每100公克蛋白质接近38公克，还有小麦面筋、素鸡、烤麸的主要成分几乎完全是麸质蛋白，每100公克含蛋白质可高达将近面筋。相较之下，鸡蛋每100公克只有大约13公克蛋白质，难怪这次榜单把鸡蛋淘汰出局，因为和真正的高蛋白好手比起来，鸡蛋的含量实在不算突出。当然，我不是说鸡蛋不好，鸡蛋的优点是氨基酸组合完整，生物价值高，身体利用率很好。
但光看蛋白质多寡，鸡蛋真的称不上第一名。所以以后别再一提到蛋白质只想到鸡蛋了，我们还有很多更强的选择。第二个迷思，高蛋白饮食很贵，只能靠昂贵补品或大口吃肉。不少人一听到多吃蛋白质，就联想到牛排、鱼翅，或者动辄上千元的进口蛋白粉，觉得增肌是年轻人的专利。健身房那些肌肉男每天狂吃鸡胸肉、牛肉，一般银发族哪负担得起？更别说市面上一罐营养补充蛋白粉、氨基酸饮品，价格吓人，长期吃荷包吃不消。有的长辈干脆放弃，觉得自己经济条件有限，吃不起那么高档的东西，只好将就着一天半颗蛋、几口豆腐过日。这其实是天大的误解。高蛋白不等于高价钱，我们身边处处都有平民又优秀的蛋白质来源，例如刚刚提到的黄豆含各种豆制品，就是便宜又营养的宝库。一块豆腐几十元就买得到，烫青菜时放几块豆干，补充蛋白质又增加饱足。再看花生、毛豆等豆类零食，一包只要铜板价，蛋白质含量却比牛排还高。还有鸡胸肉，被称为健身圣品，其实一斤也不过100来块钱，一片就能提供20多克蛋白质，物美价廉。甚至就连不起眼的鸡胗、牛肚这类食材，也是营养科医师推荐的高蛋白、低脂肪选择。一大盒鸡胗不到60块，100公克含有16公克以上蛋白质，牛肚每100公克也有11公克蛋白，脂肪不到1公克，吃起来有嚼劲又能满足口腹之欲，价格却比一般肉类便宜。这些铜板美食只要善加利用，一样可以天天摄取充足蛋白质。至于动不动上千元的蛋白粉，其实大可不必。专家强调，从天然食物中摄取蛋白质，不仅经济实惠，更能获得多种伴随的营养素，效果不比补充品差。补充品厂商当然不会告诉你这点，毕竟他们一年砸下大笔预算，就是为了把你口袋的养生预算转移到他们产品上，所以不要再被广告迷惑了。聪明的做法是善用原型食物，省钱又健康。第三个迷思，年纪大了吃太多蛋白质不好，小心肾脏负担、痛风、高胆固醇等等。很多长辈对高蛋白饮食存有恐惧，觉得吃肉吃多了肾会坏，蛋白质吃多容易痛风发作，甚至担心高蛋白食物通常伴随高脂肪、高胆固醇，反而伤身。这些担忧源自部分事实，但也有可以对策和澄清的地方。首先，肾脏负担的问题，针对健康的长者，多数研究显示，将蛋白质摄取提高到每日每公斤体重 1.2 克左右，不仅不会伤肾，还能预防肌肉流失，反而是肌少症本身会引发代谢问题，增加慢性病风险。所以如果您的肾功能正常，适量提高蛋白质摄取是安全且必要的。当然，已经有肾脏病的患者，饮食需要医师或营养师指导，这是另一种情况。再来说，大家担心的痛风，痛风其实跟食物中的嘌呤有关，并不是蛋白质本身的错。某些高蛋白食物嘌呤含量确实高，比如内脏类、某些小鱼干等，痛风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避免，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嘌呤低又富含蛋白质的食物，例如脱脂奶粉、牛奶、优格等乳制品，嘌呤含量几乎为0，不会诱发痛风。同样属高蛋白的蛋类也几乎不含嘌呤，所以痛风的人其实可以把重点放在这些蛋白质来源，而少吃那些容易引发痛风的肉类。最后谈胆固醇和脂肪，许多高蛋白动物性食物确实含脂肪高，比如五花肉、肥牛，吃多了对心血管不利，但高蛋白不等于高脂肪，我们完全可以挑选低脂高蛋白的东西来吃，像刚刚提到的鸡胸肉、牛肚、鸡胗，脂肪含量都很低。鱼类，尤其是白肉鱼也非常适合，像鳕鱼、蝶鱼，几乎没有脂肪，却有丰富蛋白质。而即使是脂肪稍高的食材，例如花生、杏仁这些坚果，所含的是对心脏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，适量摄取对健康有益。另外，优质乳酪如帕玛森起司虽然有些脂肪和盐分，但只要控制用量，撒一点就能补充钙质和蛋白质，滋味又佳，一举两得。所以只要我们懂得选择，控制分量，高蛋白饮食完全可以很健康，不但不会让你发胖，
反而因为增加肌肉量，提高基础代谢，长远看有助控制体重、稳定血糖等等一堆好处。把这3大迷思破解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最高潮的部分，揭晓那些击败鸡蛋真正的高蛋白之王们。您可能很好奇，既然鸡蛋没上榜，那排行榜上到底有哪些明星食物？现在我就带大家一一认识，他们各有绝活，联手帮助我们对抗肌少症。首先介绍一位隐藏冠军，也是这次榜单的第1名，他就是脱脂奶粉。没错，就是超市货架上卖的那种奶粉，而且还不是给婴儿的配方奶粉，就是一般成人也能喝的脱脂奶粉。也许有人要笑了，奶粉有什么特别？不就是泡牛奶喝吗？朋友们，脱脂奶粉可大有来头。过去在物资缺乏的年代，奶粉是宝贵的营养品。而你知道吗？早年奶油工厂把牛奶提炼出奶油后，剩下的脱脂奶曾经拿去当作养猪饲料，因为它蛋白质含量高又便宜，可以把生畜养得壮硕。现在我们当然不是叫你去吃饲料，而是要强调脱脂奶粉的蛋白质密度非常高。用数字说话，100公克脱脂奶粉含有约34到36公克蛋白质，相当惊人。而且这是品质极佳的乳清蛋白和酪蛋白组合，氨基酸比例完善，含有丰富的必需氨基酸赖氨酸，又称亮氨酸，这正是刺激肌肉合成的关键氨基酸之一。对老年人来说，每餐蛋白质中包含足够的赖氨酸，可以有效促进肌肉修复生长。简单来说，一杯脱脂奶粉冲泡的牛奶所提供的优质蛋白质不亚于一份牛排。更妙的是，脱脂奶粉通常还添加了钙含维生素 D， 钙就不用说了，强健骨骼，防止骨质疏松。维生素 D 则能帮助肌肉生成并提高免疫功能。可以说，一杯奶粉不仅给你蛋白质，还顺带补了骨头和免疫力，一举多得。最关键的是，脱脂奶粉非常便宜又保存方便，不用担心每天跑市场买肉，也不怕冰箱没空位放生鲜。你只要准备1包奶粉，想喝的时候挖2勺，用温开水一冲，就得到一大杯浓郁的高蛋白牛奶，而且脱脂的更安心，没有多余脂肪热量的负担。对于食欲不振、牙口不好的长辈，喝奶比啃肉容易多了。很多营养师也建议把奶粉加在日常食物里增加营养，比如煮稀饭时，最后拌1匙奶粉熬南瓜粥，地瓜粥时也可以加奶粉提香又补蛋白，甚至早上泡一杯燕麦时，加几匙奶粉进去，立刻让燕麦片变身高蛋白营养粥。这些方法都非常简单实惠，不要小看每天这一杯奶，长期坚持下来，对预防肌少症真的是大有帮助。我身边就有真实例子，我邻居李伯伯今年70出头，他之前身体瘦弱，走路都有点蹒跚，医生评估他有轻度肌少症，建议多补充蛋白质。起初李伯伯也买了昂贵的进口蛋白粉，可嫌冲来喝怪怪的，喝几次就嫌麻烦摆在一边。反而是他太太王阿姨很有办法，每天变着花样用脱脂奶粉入菜，早上燕麦加奶粉，下午泡一杯奶粉红茶，晚上煮饭时也偷偷加点奶粉提味。刚开始李伯伯还嘟囔，奶粉是小孩子在喝的啦，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喝奶粉，像什么话？王阿姨笑笑不吭声，继续默默加料。3个月后再回医院复查，李伯伯的体重增加了2公斤，其中大部分是瘦肌肉，腿部肌力测试进步了，连医生都赞赏说，最近饮食调整得不错哦，有吃比较多蛋白质，对不对？这下李伯伯服气了，回家马上对着那包奶粉刮目相看。从那天起，他再也不敢小看这袋不起眼的脱脂奶粉。各位朋友，便宜的东西不一定差，对的东西才能让你受用无穷。脱脂奶粉夺下高蛋白榜单冠军，真的是实至名归。介绍完榜首，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上榜的高蛋白好物，它们也各有千秋。第2名其实也不算食物，而是一种天然补充品，就是乳清蛋白粉。没错，就是健身族常冲泡的蛋白饮。可能有人要问，刚刚不是说不用特地买补充品吗？理想状况下是如此，但我也得诚实说明，乳清蛋白本身确实是极优质的蛋白质来源，它通常从牛奶中萃取，纯度很高，
好的乳清粉每100公克含蛋白质高达80公克以上，可以说是浓缩的蛋白质。对于食欲非常差或者生病恢复期需要快速补充营养的人，乳清蛋白粉是方便的选择，只是它价格相对高，而且缺乏其他微量营养。我们一般人还是建议从食物下手，但是将乳清蛋白列入榜单，主要想提醒大家一件事，我们完全可以把脱脂奶粉视为平价版本的蛋白粉，两者原料同源。奶粉虽然蛋白质浓度没有像乳清粉那么夸张，但胜在营养全面，价格便宜。而市售昂贵的乳清粉其实本质跟奶粉差不多，都可以助我们补足蛋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经济许可，又确定自己饮食蛋白实在吃不够，适当补充乳清蛋白粉也是安全的。只是千万记得，蛋白粉不是魔法药粉，不配合运动和均衡饮食，光喝粉也长不出肌肉来。最怕那种花大钱买了一堆营养品，却不落实健康生活的人，那真是钱浪费，身体也没改善。第3名，我们要颁给各种豆类及豆制品。豆制品可是传统饮食中廉价又营养的宝贝，尤其黄豆，蛋白质含量高达30%以上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、镁、钾等矿物质，还有植物固醇和大豆异黄酮等对心血管有益的成分。常吃黄豆不仅补肌肉，对控制血脂、预防更年期骨质流失都有帮助。黄豆的变化更是千百种，豆腐、豆干、豆皮、豆浆，样样都是高蛋白。像豆皮、腐竹这种食材，每100公克含将近一半，重量都是蛋白质，拿来红烧或凉拌都很好吃。还有毛豆，新鲜的黄豆，当零食一盘毛豆入口，既解馋又补充优质蛋白和纤维，素食者更离不开黄豆。靠豆制品完全可以获得充足的必需氨基酸，所以黄豆制品在榜上绝对名列前茅。更棒的是，豆类没有动物性食物那么多饱和脂肪，也没有胆固醇，是很健康的蛋白质来源。唯一要注意的是，有痛风倾向的人，豆类也要适量，因为黄豆嘌呤含量属中等，不算很高，但也不算低，不要一次吃过量就好。第4名，我们给它瘦肉与禽肉家族，也就是各种低脂肪的肉类。传统观念里，肉类当然是蛋白质来源，但很多长辈为了健康把肥肉都戒了，连瘦肉也少吃，怕胆固醇，怕热量高。其实瘦肉真的是老人家不可或缺的营养来源，像鸡胸肉、去皮鸡腿肉、里脊猪肉、瘦牛肉，这些每100公克蛋白质都在20公克以上，而且肉类的铁质、锌含量高，能预防贫血和提高免疫力，这是植物性食物比较难提供的。重点在于选对部位，烹调清淡，比如鸡肉就挑胸肉、鸡里脊这种几乎没有肥油的部位，用清蒸、水煮或炖汤的方式料理，既保留蛋白质，又不会摄入过多油脂。猪肉选里脊或梅花瘦肉部分，牛肉就选后腿的瘦肉。有些长辈牙口不好，嫌咬不动，可以把肉切小块炖得软烂一点，或剁成瘦肉末做羹汤，都更容易食用。千万别为了一点点胆固醇就因噎废食，完全不敢吃肉。适量的瘦肉不会让你的胆固醇爆表，反而能让你补充蛋白后有力气去活动，整体代谢健康会更好。顺带一提，海鲜也是瘦肉类的一员，例如鱼肉、虾、贝类等等。鱼肉特别值得推荐，像鲔鱼就有海中鸡胸肉的称号。鲔鱼罐头每100公克含约27公克蛋白质，脂肪低又富含 Omega-3。平价的秋刀鱼、青鱼等不仅蛋白质丰富，还有对心脏有益的脂肪酸，是保护心血管又补肌肉的好东西。只是鱼类要注意烹调方式，少油煎多清蒸才能吃得健康。总之，各种瘦肉鱼虾都是蛋白质大户，只要价格实惠取得方便，都应该成为餐桌上的常客。第5名，我们要介绍一个很多人意想不到的高蛋白来源，小鱼干与干制海产。台湾人从小就听说吃小鱼干补钙，其实小鱼干不仅补钙，蛋白质含量更是惊人。例如我们煮汤常用的文仔鱼、银鱼仔，或者半桌喜宴上那种糖醋小鱼、花生，其实都是用提鱼干。这类干鱼每100公克蛋白质含量动辄50公克以上，因为去除了水分后营养浓缩，钙和蛋白都超丰富。以前的人没钱吃肉，
就靠小鱼干拌饭补营养，还真的很有道理。另外，像鱿鱼丝、虾米、柴鱼片这些干货，蛋白质比例都很高。拿鱿鱼干来说，很多人当零食一条条撕着吃，其实不知不觉就摄取了大量蛋白质，当然也摄取了不少盐分。要注意，干货的妙处在于保存容易，随手可得。长辈如果嘴馋，可以像年轻人吃零食那样来点鱿鱼丝，但记得选低钠的，别一次吃太多盐分。或者更好的方式是把小鱼干、虾米拿来入菜，像客家小炒有豆干炒小鱼，一盘菜里豆干有蛋白，小鱼也有蛋白和钙，简直是为银发族设计的补鸡菜。还可以煮小鱼粥，电锅煮粥时丢一把洗净的小鱼干进去，粥好了撒点葱花，一碗鲜甜又营养的高蛋白粥就完成了。如果咸鱼味重，可以挤几滴柠檬去腥。这些干制海产真的是又平价又营养的宝贝。不过也要提醒，高尿酸或痛风的人，这类干货就要节制，因为小鱼干、虾米属于嘌呤偏高的食物，痛风患者平常要控制摄取频率，以免诱发痛风发作。说了这么多，上榜的高蛋白食物还有不少，比如坚果种子、乳酪，甚至蛋白质含量超高的藻类。但我想重点不是背下整张榜单，而是了解原来蛋白质有这么多经济又便利的来源，只要每天搭配运用，完全可以吃得又健康又不心疼钱包。我来帮大家总结几个日常高蛋白饮食的小技巧，马上就能实践起来。每餐一份优质蛋白，确保你的3餐里都出现一种高蛋白食物。早餐可以来杯脱脂奶粉燕麦，配颗水煮蛋。午餐吃个鸡胸肉、沙拉或烫青菜拌豆干丝。晚餐来块烤鱼或豆腐鸡蛋汤，把蛋白质平均分配到每日各餐，效果比集中在一餐要好，身体利用率更高。善用零食时间，2餐之间肚子饿，不要只想着饼干、洋芋片，改啃一把坚果或毛豆吧，或者来一杯无糖豆浆，加几片起司当点心。这些小东西既满足口欲，又默默地为你补充了蛋白质。一包便利商店的毛豆仁，随时补充肌肉的燃料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传统料理加料，煮粥煮面时动点脑筋加点料，例如煮青菜面线时打1颗蛋再加1匙奶粉，就是蛋白质3重奏。煮汤时丢入几颗蒺藜或一把虾米，小动作让整锅汤的营养 level up。炒高丽菜时顺手丢一把花生米或腰果，增香又补充植物蛋白，这些都是让传统家常菜升级的巧思。外食族的选择，如果是外食长辈，每餐记得挑有蛋白质的菜色。自助餐夹菜至少选一份肉或豆腐，面店可以点碗馄饨汤增加肉类，便当的饭可以少吃拌饭，把鸡腿或鱼肉全吃光。不管怎样，先把蛋白质吃够，再吃别的。如果吃到饱觉得分量不够，可以准备1盒无糖豆浆随餐搭配，补足蛋白。最后我还是要来一点健康小叮咛，蛋白质固然重要，但也不是吃越多越好。我们的目标是足量且均衡，搭配适度力量训练，才能长出结实肌肉。如果真的蛋白质吃过头，超过身体所需，反而可能转成脂肪囤积，或是增加肾脏负担。所以大原则是每公斤体重摄取1到 1.2 公克蛋白质。举例而言，如果您体重60公斤，每天大约需要60到72公克蛋白质，分散在1天之中摄取。依照前面教的技巧，其实不难达成。另外，别忘了多喝水，蛋白质代谢产生的含氮废物需要充足水分帮助排出。老人家往往不爱喝水，但吃蛋白质时一定记得多补水，保护肾脏运作。还有一点，维生素 D 和运动对于肌少症防治也是缺一不可。白天晒晒太阳，饭后去公园走走，配合蛋白营养，才能真正把肌肉养起来。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了高蛋白食物的秘密，替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平民英雄们好好平反了一番。原来真正帮助我们守护肌肉、远离肌少症的利器，就藏在日常饮食里。它们有的是心脏科医师口中的救星，有的是营养师推荐的平价超级食物，还有祖辈流传的养生密码。我们过去可能嫌弃它们不起眼，味道普通，甚至认为哪有这么简单就能补营养，但健康之道往往就是如此，
质朴简单。只要我们愿意改变观念，给这些食物一个机会，他们会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让我们惊艳。各位朋友，是时候行动了，让我们做个约定，从今天起，在您的菜单上加上一样高蛋白食物，也许是一杯温暖的脱脂奶粉牛奶，也许是一份清蒸鲜鱼，或者一碟炒豆干配花生米。每天多给自己一份蛋白质的关爱，日积月累，您的肌肉会回报您惊人的力量与活力。我相信，再平凡不过的食材，只要用对了地方，就能创造不平凡的健康奇迹。最后，想象一下未来的自己，挺直的腰杆，稳健的步伐，提得动重物，爬得了楼梯，想带孙子出游不成问题。肌少症不再是你生命中的阴影，因为我们选择了聪明又节省的方式，把肌肉养得饱饱的、硬朗朗的。这就是彻底告别肌少症的真正秘诀。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，大自然早已为我们准备好最好的礼物，往往就藏在不起眼的角落，等着我们发现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实践今天学到的知识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挚爱的家人，从下一餐开始，把高蛋白好物端上桌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，别忘了按个赞并分享给更多朋友，让大家一起远离肌少症的威胁。健康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，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，练出力量，活出精彩的高龄人生。我们下期再见，祝大家都健壮自在，笑口常开。